美国和伊朗拥有着全球最为复杂且极具争议的双边关系。美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而伊朗本身也是地区强国。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两国完全断绝外交关系，并多次濒临全面战争的边缘。2020年初，双方开战几乎已成定局。美国通过无人机袭击暗杀了伊朗一名少将，伊朗则以炮击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倘若战火就此点燃，这场冲突极有可能成为二战以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所幸战争最终得以避免。但要理解局势为何一度如此危急，以及未来为何仍可能在危机中重演，就必须梳理清美伊冲突的完整历史。20世纪初，英国人在伊朗沙漠中首次发现石油。随着勘探不断深入，伊朗被证实拥有全球第4大已探明石油储量，是一座尚未被充分开发的能源大国。对英国而言，唯一的问题是这些石油位于伊朗境内，而伊朗并不属于英国横跨全球的庞大殖民帝国。英国对此毫不在意，直接与伊朗签订协议，瓜分石油开采带来的巨额利润。双方成立了合资的英伊石油公司，但分配机制极不公平，石油产地伊朗仅能分得公司16%的利润，剩余84%全部流入英国囊中。到二战初期，英伊石油公司已掌控伊朗全部石油产业，成为整个英联邦规模最大的企业，这引起伊朗国内对不公条款的不满。与此同时，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伊朗地处苏联南部侧翼，其立场被英苏两国高度怀疑。尽管伊朗在战争爆发时宣布中立，但伊朗君主沙阿被同盟国普遍认为亲德国。若伊朗倒向德国，苏联将被迫开辟南部战线，分散东线关键兵力，还会危及紧邻伊朗边境的高加索油田，甚至让英国最大的石油公司落入纳粹之手。为阻止这一切，并确保伊朗成为向苏联输送关键物资的运输通道，中立的伊朗遭到苏联与英国联合入侵。伊朗兵力与技术差距悬殊，仅1周便宣告投降。引发争议的老沙阿被推翻，其2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上位。同盟国认为这位新君更难做出损害他们利益的举动。伊朗在二战期间有超过3万名美军进驻，美国援苏物资中近1/3经由伊朗输送。战争结束后，同盟国撤离，但英国此前制定的不供石油条款再次引发争议。到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仍攫取着伊朗石油的大部分利润，伊朗石油工人及其家属的生存条件却极为恶劣。同时，英国拒绝向伊朗公开公司财务账目，也拒绝伊朗的审计要求。伊朗国内石油国有化的支持率空前高涨。1951年，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在议会全票支持下将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英国立即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1953年，英国军情6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政变造成多达300名伊朗人死亡，摩萨台被终身软禁，而沙俄则在西方势力2次扶持下成为伊朗实质上的独裁者。自此，沙俄在伊朗国内被广泛视为西方傀儡。伊朗地处苏联南部侧翼的战略位置，海量石油储备，沙阿奉行亲美亲以的外交政策，数十年间，伊朗都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多年来，沙阿的政策及与西方的亲密关系失去了国内大量民众支持。他在国内建立起庞大的秘密警察网络，逮捕数千名政治反对派，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众多人士遭流放。监狱内针对政治意见者的酷刑频发，不顾伊斯兰世界几乎无人承认以色列的现实，继续与美以保持友好，同时在国内推行现代化、世俗化与妇女解放政策。这些政策共同激怒了伊朗左派、工人阶级、什叶派保守势力与宗教人士。到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长期的政治动荡演变为全面革命。此次革命超过500万伊朗人走上街头，要求沙阿退位。随着军队倒戈频发，巴列维意识到地位已无法维系，
于1979年初流亡海外。取代沙阿政权的什叶派伊斯兰政府立即废除君主制，邀请流亡15年的霍梅尼回国担任最高领袖，现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此诞生。新伊朗政权与前任截然不同，这是一个什叶派神权政体，坚决反美反以色列。上台后迅速对政治反对派与前政权人员展开大规模处决与清洗。对美国和世界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场巨大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伊朗从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沦为头号敌人。沙阿被推翻后，美国接纳其入境接受癌症治疗。新伊朗政府强烈要求将沙阿引渡回国，审判其执政期间对伊朗人民犯下的罪行。美国深知沙阿回国必死无疑，拒绝了伊朗所有要求，但这并未平息伊朗革命派的恐慌。沙阿已身处美国境内，而西方势力曾2次违背伊朗人民意愿发动政变扶持他。民众普遍担忧美国与中情局会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内策划第3次政变。于是1979年11月，数千名伊朗革命人士与学生冲入美国大使馆，扣押52名美国外交官与平民作为人质。美国随后将沙阿送往埃及。卡特政府数月间通过外交手段试图解救人质，却毫无进展。1980年4月，卡特批准美军游骑兵部队实施营救行动，代号鹰爪行动，但行动以惨败告终。一架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尚未与伊朗接触便造成8名美军士兵身亡。卡特下令终止任务，人质仍被伊朗扣押。至此，美国决定与伊朗新政权断绝所有外交关系，这一状态一直持续至今。几个月后，又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发生。1980年9月，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对伊朗发动全面入侵。此前多年，萨达姆一直希望伊拉克取代伊朗，成为石油富集的波斯湾地区霸主，但因伊朗军力远超伊拉克，且得到美以支持，始终无从下手。而伊朗在革命与政权更迭后陷入混乱，政府官员遭大规模清洗处决，又被美以抛弃，失去主要外援。萨达姆判断此时是进攻的最佳时机。伊拉克本以为能速战速决，这场战争却演变为长达8年的僵局，战况与一战西线极为相似。伊拉克大举入侵后，伊朗重新评估美国人质危机，同意释放全部52名人质，而此时人质已被扣押444天。美国随即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并开始大力扶持萨达姆与伊拉克，希望借此进一步削弱伊朗。两伊战争最终成为20世纪下半叶规模最大战争之一，约40万伊朗人在前线丧生，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广泛使用化学武器与地雷，而美国为伊拉克提供了大量常规武器支持。战争期间，美国认定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在地区内发动多起反美袭击。1983年，真主党轰炸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造成17名美国人死亡。同年晚些时候，又大规模卡车炸弹袭击黎巴嫩一处军事营地，造成241名美军与58名法军士兵死亡。这些事件导致美国1984年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1988年4月，两伊战争仍在持续。伊朗在波斯湾大片水域布设水雷以对抗伊拉克海军。一艘途经的美国护卫舰触雷，舰体严重受损，险些沉没，但无人员伤亡。美国随即对伊朗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代号螳螂行动。这是2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海军作战行动，美军2个水面战斗群协同出击，摧毁2座伊朗海上石油平台，击沉6艘伊朗军舰。此次袭击重创伊朗半数海军，造成56名伊朗人死亡，美军仅2人阵亡。仅3个月后，一艘美国巡洋舰驶入伊朗领海，遭到伊朗快艇鸣枪警告。与此同时，伊朗航空655号班机正按常规航线从德黑兰飞往迪拜，飞行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伊朗领空内。
美国巡洋舰将这架民航客机误判为伊朗战斗机，认定遭受攻击，随即发射导弹将其彻底击毁。机上290人全部遇难，其中240人为伊朗公民。双方的这些致命事件让美伊矛盾急剧升级，彼此都认为对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95年，克林顿政府颁布法令，全面禁止美国本土公司与伊朗开展任何交易，实质切断两国贸易。1996年，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再次在沙特针对美国目标发动恐怖袭击，造成19名美国空军人员死亡，近500人受伤。5年后，911事件爆发。911事件仅4个月后，布什总统发表演说，将伊朗与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一并列为针对美国的邪恶轴心。演说1年多后，美国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入侵伊拉克，1个月内便彻底推翻其政权，最终并未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传递给伊朗信号再清晰不过，要么研发核武器，要么就是下一个目标。伊朗紧急启动核武器研发，美国则明确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核，多年来通过制裁与外交手段试图迫使伊朗放弃。2015年，奥巴马政府成功谈判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俗称的伊朗核协议。协议条款复杂，核心是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一系列严厉制裁，伊朗则放弃核研发计划，并接受国际机构定期核查。美伊关系开始出现缓和迹象，但局势随即再次转折。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竞选纲领包括彻底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更严厉制裁。2018年，特朗普兑现承诺，伊朗则威胁称，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重启核计划，甚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这将彻底击垮全球石油经济，两国关系重回紧张。次年局势进一步恶化。2019年5月，多艘商船在波斯湾遇袭，西方指责伊朗，伊朗否认。6月，伊朗击落一架飞越其领空的美国无人机，紧张加剧。7月，英国在直布罗陀扣押一艘伊朗油轮，理由是其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输送石油，违反欧盟制裁。伊朗随即在波斯湾扣押一艘英国油轮，并扣押船员，双方最终互相释放船只与人员，局势已濒临沸点。2019年12月27日，伊拉克境内美军 K1 军事基地遭火箭弹袭击，1名美国平民承包商死亡，4名士兵受伤。美国指责袭击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及什叶派民兵发动，真主党与伊朗均否认。当时约有5000名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协助打击极端组织。2天后，美军对伊拉克与叙利亚境内的真主党武器库与指挥中心发动报复性空袭，造成25名亲真主党民兵死亡，近60人受伤，局势进一步升级。12月31日，伊朗支持的民兵冲击袭击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大使馆遭严重打砸，但双方无人员死亡。美国再次指责伊朗挑衅。随后2020年1月3日，本已高涨的紧张局势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伊朗少将苏莱曼尼飞抵巴格达，计划当日晚些时候会见伊拉克总理。当其乘车队离开巴格达机场时，一架美军无人机发射导弹，将车队彻底摧毁。此次袭击由特朗普亲自下令，苏莱曼尼与另外9人当场身亡。2天后，伊朗宣布不再遵守2015年核协议任何条款，并要求伊拉克驱逐所有美军。苏莱曼尼遇刺5天后，伊朗发动报复行动，代号烈士苏莱曼尼行动，向伊拉克境内2座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这是美伊有史以来最接近全面战争的时刻，冲突随时可能彻底失控。苏莱曼尼遇袭至伊朗炮击期间，美国已从东海岸向波斯湾快速增派数千名士兵。所幸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人员死亡，基地建筑与设施受损严重，但无人伤亡。这成为双方体面降温的契机。伊朗通过打击美军目标展现了强硬姿态，
而美国因无人员伤亡选择不再报复。不幸的是，悲剧仍未能避免。伊朗大概率刻意将袭击控制在无美军伤亡的程度，但并不确定美国是否会反击。全国防空系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处导弹阵地在雷达上发现疑似美军巡航导弹的目标，随即发射2枚防空导弹拦截。最终证实，目标并非巡航导弹，而是一架刚从德黑兰机场起飞的乌克兰国际航空752号航班，直飞德黑兰至基辅航线。机上176人全部遇难，包括82名伊朗公民与63名加拿大公民。伊朗政府最初否认责任，称飞机因技术故障坠毁。在拒绝调查人员进入坠机现场引发怀疑后，伊朗政府最终于1月11日承认误击客机。这一瞒报行为在伊朗国内引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而美伊战争的边缘也再一次被勉强避开。但如今局势变得更糟，冲突已经升级，战争一旦爆发，死亡人数将难以估量。只希望美国与伊朗未来能维持和平，但我们也清楚这份和平何等脆弱，清楚背后的全部历史，更担忧未来某一天。